嘿，我的小伙伴，会不会认为危险信号只适用于恋爱关系？当然，它们也适用于友谊。关系是我们与他人建立的特殊纽带，这些纽带是新关系的模型，教会我们什么有用，什么没用。但有时我们可能会忽视某些消极的方面，因为我们希望这段关系能自行解决消极方面。如果是这样，可能会发现很难放手一个朋友或伴侣，因为这意味着承认你信任那个人是个糟糕的选择。但如果一段关系是或已经变得有毒，最好在自己受到更大伤害之前脱身。这支影片就来说几个在任何关系中都需要注意的危险信号。一，他们只有在要你帮忙的时候才需要你。在一段关系中，你的角色不是治疗师或解决问题的人，也不只是一直等着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一个只在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才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，并没有把你当作朋友，而更像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。这是一个危险信号，因为它破坏了你们的关系。他们可能希望你承担他们的责任，让你为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负责。二，他们把你和其他人隔离开来。人际关系不是占有欲的借口。如果一个朋友或伴侣开始要求你花更多的时间监控你的活动，那么这些都是控制你的明确迹象。你应该尽最大努力确保这段关系尽快结束。三，他们从不付出努力。健康的关系是相互的。如果你的朋友或伴侣把这段关系当作情感支撑的信托基金，那它就不是一段关系，这只是一项对他们有益的商业交易。你可能想保留一些关系，因为有很多渊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和他们谈谈吧，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，试着创造一个你需要被倾听和满足的空间。但如果他们坚持一己之见，拒绝倾听或接受你，也许是时候离开了。如果你很难从这段关系中脱身，那就去求助心理医生。四，他们很快就会抱怨你。没人喜欢自己的缺点被别人指出来，除非是有建设性和教育性的批评。但是指出别人的缺点，试图让别人觉得你是想帮助别人，这在恋爱关系中也是有问题的。和你走入恋情的人不应该被你溺爱，而是要接受和理解你是谁，你想要实现什么。那些仅指出你缺点的人是有毒的，他们每个月都在虐待你，所以尽量避免和他们发展深入的关系。五，他们在这段关系中独揽大权。正如前面讲到的，人际关系不是单向的，两个人是通过共同的想法、观点和目标联系在一起的。但当一方开始对这段关系一手遮天时，这就表明他们对另一方带来的东西不再感兴趣。如果那个人选择维持一段关系，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他们的个人需求。也许可以先试着和那个人谈谈，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。如果他们坚持，试图继续垄断，那你是时候离开了。最后一个六，他们不把你当作朋友。这最后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有点微妙，但它包含了所有前面的要点。任何关系，包括恋情，都有一定程度的友谊，都应该善待对方，互相关心，也要互相信任，对对方展示娇弱的一面。如果你的朋友或伴侣没有试图建立信任或友谊，试着和他们谈谈，你们双方都应该愿意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。但如果他们保持沉默，那么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，你就应该离开了。谁都不需要一个不尊重、不信任、不接受自己的人在一起。人际关系看似微妙，但维护起来也会出乎意料的困难。你和其中哪一点有关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。记得点赞并转发给其他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小伙伴们多多保重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